新加坡，一个以科技和创新著称的国家，又一次走在了颠覆时代的前沿。最近，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传遍了全球，全球首款机器人妈妈将在2026年面世。机器人妈妈，一种能够完全模拟孕育过程的机器，有望成为解决生育率难题的新科技。这款机器人定价18万新币，约合人民币10万元。对于许多面临生育困境的家庭来说，真的会成为一场希望吗？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开机器人妈妈的神秘面纱，一探这项技术是如何由实验室走向社会，并可能彻底颠覆人类文明的生育方式。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走进这场关于生命和科技的对话。第一章，全球首个孕育机器人。我们先从技术本身说起，机器人妈妈究竟长什么样子？它又是如何工作的？你可能会惊讶，这款所谓的机器人妈妈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机械箱子，它是一套高度仿生的系统。张博士的团队开发了一套先进的人造子宫系统，它模拟了真实怀孕的完整环境，包括胎儿在子宫中的生长温度、营养供给，甚至包括废物代谢的处理。更惊奇的是，这个机器人还能通过仿生腹部技术模拟孕妇的体型变化，从原始的小腹平坦到逐月鼓起，甚至胎动和分娩，一切都有迹可循。听起来不可思议。更惊奇的是，机器人妈妈还能实时记录胎儿的健康状态，这意味着比起自然怀孕，科技介入的保障或许会更加稳定。但这种冷冰冰的设备真的能成为生命的载体吗？大家是不是更好奇了？别急，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章，18万新币的生育方案。现在我们来聊聊另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价格。根据研发团队目前的预计，机器人妈妈的价格不会超过18万新币。第一次听见这个数字，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成本很高，但是我们想想现有的生育解决方案，一方面，试管婴儿的费用每次大概1.5万至4万新币，而且成功率只有40%到60%，失败一次就得重新来。另一方面，地下代孕的费用高得离谱，且新加坡严厉禁止代孕，参与代孕的相关人员都将面临法律制裁。但是机器人妈妈不仅成本相对亲民，还可以免去很多额外复杂的程序，花18万新币解决多年不孕不育困扰，听起来是不是划算得多？不过，当科学家把这项技术推向市场时，我们不能忽略一个现实问题：谁能买得起？一些专家预计，这款产品在全球可能会有个很明确的目标人群：高收入但无法生育的家庭。然而，从长期来看，这种技术一旦实现规模化普及，成本可能会进一步降低。我们很难断定这是否会成为类似智能手机一样的大众化产品，但它无疑是解决生育资源稀缺的一次新的尝试。你会考虑吗？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三章，机器人妈妈引发全球热议。技术打破了生育的边界，但它却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让我们先快速浏览一下社交媒体上的各种评论。有人好奇，机器人妈妈生的孩子心理上和传统母亲生的孩子会有什么不同吗？有人担忧，如果孕育中设备突然坏了，胎儿是不是就没命了？也有很多人提出质疑，这和代孕有什么本质区别？可以说，关于机器人妈妈的争议已经从单纯的技术创新问题上升到了伦理和社会层面。对此，张博士的团队表示，他们已经针对技术安全做了大量测试，包括电力储备系统、应急处理方案等等。但他们仍然承认，伦理上的讨论才是最大的挑战。是啊，无论如何，这项技术正在逼问我们一个问题：科技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和生物体验？让我们继续往下看，看看机器人妈妈背后的社会意义和它的潜在受众。第四章，机器人妈妈为何备受期待？为什么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会需要机器人妈妈？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组关键数据。新加坡的总生育率已经跌至 0.97，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的 2.1更替生育率标准。中国的生育率也仅有 1.01， 韩国创下全球最低纪录 0.78。 这些数字意味着许多国家的年轻劳动力正在迅速减少，长期来看，这可能威胁到经济活力和社会福利体系的稳定。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生育率持续低迷？背后原因包括高昂的育儿成本、不孕不育的困扰以及晚婚晚育趋势。例如，中国不孕率已攀升至 18%， 新加坡达到 15%， 而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成本在中国已超过50万元人民币。面对传统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机器人妈妈或许是一种科技驱动的解决方案。张奇峰博士表示，
这项技术为不孕不育家庭或无法承受生育压力的人群提供了低风险选择，同时还有望缓解全球生育危机。一旦生产规模化，成本或许还能进一步降低，让更多人能负担得起。虽然机器人妈妈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打开了一扇通向未来的窗。更重要的是，它让生育的自由不再仅限于身体的界限，而是成为科技赋予的可能性。机器人妈妈是拯救生育困局的科技解药，还是对传统生育定义的一次挑战？如果有这种可能，你会愿意尝试机器人妈妈吗？记得在下方评论区里大胆分享你的看法，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记得分享给对这话题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将持续为你带来关于新加坡的第一手深度观察。